永恒是一个在香港中大留学的内地生，他对读书、睡觉、吃饭以外的事物全无兴趣，亦很少与其他同学联谊。一天晚上，他在大学校园散步，当走到一条小路上，他看到了一个少女的背影。这少女梳了一条长长的辫子，奇怪的是，她身上穿的有点像几十年前中国农村的衣服。永恒对少女的装扮感到好奇，于是他放慢脚步，在少女身后打量了好一会，然后想走到前面看看她的样子。就在永恒经过少女身旁的一刹，他听到少女喃喃的不知说着甚么。当永恒转过头偷看少女的面孔时，一看，只见她一张没了五官的脸，前面也梳了一条长长的辫子，本应是面孔的地方血肉模糊，十分恐怖。永恒一下子就吓昏了，在倒地前，他终于听到女子说的是：“我的面孔呢？”永恒醒来后，狂奔回宿舍，拍醒仍在梦中的同房同学，将刚刚遇鬼的经历向他诉说。同房同学就告诉永恒，他遇到的女鬼叫辫子姑娘，香港本地人是每一个都听说过的。因为平时永恒很少和同学聊天，所以才没有人告诉他。原来在上世纪70年代，被英国管制下的香港欣欣向荣，有亚洲四小龙、东方之珠的称号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大陆的生活则比较刻苦，吸引到大量中国大陆民众偷渡到香港。在当时，只要偷渡者成功进入香港市区，就可以拥有香港居民的身份，可以合法的工作和生活，不会再被遣返。由于香港多面环海，只有北部与大陆的深圳相连，所以偷渡到香港的人有经水路的，也有经陆路的。其中一个来港方法就是偷偷跑上从广州到香港的直通火车，然后在火车驶入香港之后，在火车行走期间跳进车轨旁的丛林。那时有一个头发扮成2条辫子的少女用这个方法偷渡到香港。当火车驶到中大附近时，她就从火车上跳下来。但在她跳车的一刹，她头上长长的辫子被什么东西勾住了，高速转动的车轮把她的头发、头皮甚至部分面皮也一并扯掉，最终惨死在路轨旁。从那时起，少女的鬼魂就在大学校园中徘徊。原来在少女头上的2条辫子变成1条在背面，1条在正面。而永恒遇到少女的那一条小路，就是少女鬼魂出现的最多的地方。本地学生在晚上是完全没有人敢走近的。那条小路有一个名字，叫做一条辫子路。永恒听完辫子姑娘的故事后，虽然仍然有点害怕，但心里更多的是同情辫子姑娘的遭遇。他自己也是独自从大陆来香港打拼，家里为了帮助他来香港读书还借下了一大笔钱，所以他从来也不敢放松自己，宁可减少社交玩乐，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学业上。永恒觉得自己和从火车上跳下来的辫子姑娘很有共鸣，都是那种孤注一掷的心情。而讲到底，辫子姑娘也没有伤害到永恒，这次也只是永恒自己偷看辫子姑娘的样子，然后自己吓昏了。就是这样，以后永恒在晚上散步时也不会故意去避开一条辫子路。不久后，他竟然又遇到辫子姑娘。你好，是你呀？怎么了？你这一次不怕我吗？哈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你也不会害我。现在不是都说人比鬼可怕吗？现在接个电话可能被骗去所有财产，交个朋友被骗去买什么保险、买什么基金，说不定整个人都被人家卖了。但上次我被吓昏了，毫无反抗之力。你可以为所欲为，但你什么都没做。我觉得跟你在一起还真有安全感的。哈，你的胆子这么大，你家里的人知道吗？辫子姑娘听永恒说的有趣，慢慢转过身来。
永恒也终于看见辫子姑娘的面孔。